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哲啊。吉米的 H3 昨天刚刚发布，然后比较幸运第一批能拿到机器。那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当然了啊，昨天一共发布了3款产品，分别是 RS 4K， 买不起。那我现在自用的呢是一台 H2， 所以呢 H3 的自动对焦成功的勾引了我，所以决定把它入回来感受一下。好，那正式开箱。包装呢，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样。哇，在盒子的里面，有一张很漂亮的卡片。然后刚才我尝试扫了一下，貌似添加了一个联系人，也不知道这个礼品是啥，可能因为现在比较深夜了，没有人搭理我。然后一如既往，泡沫的这种包装非常的扎实，虽然京东小哥真的送得很晚，但据我所知，这个货是从上海发过来的。哇哦，很复杂的一层哈，我扔到一边。然后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哇，还挺沉的。我现在录制的这个时间呢是凌晨的2点54分，所以不敢特别潇洒的啪一扔，估计一会儿楼下的大哥大姐得冲上来干我了。那正面是一幅画，对，是一幅画啊，然后每一面都是画，然后这一面呢会有标识性的芒果的 logo 啊，合作的啊，这边是一个哈曼卡顿的一个 logo。 OK， 好像就这些。那正式的把它给撕开。啊，对了，当然了，顶部呢就是吉米的这个 logo。哦耶！感觉层层关卡，这是一个很厚的泡沫。哇哦，一个大泡沫，非常的美哈。然后这个顶部呢也是有一个塑封的胶带，上面写着注意事项，然后这边对应的几个按键，加减号，然后播放键、电源键，这是一个叫做不用看系列。说实话，我觉得这实在抱歉哈，刚才突然这个相机没电了，不好意思 ，iPad 又出问题。拿出来之后呢，我发现这是一个灰色的，一会儿我会把老款的和新款的放在一起对比一下。那整个包装盒里呢，这里剩下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里面 OK 是一个保修卡，然后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书。OK， 这些都属于不用读系列的。那在整个泡沫的底部，遥控器和上一代，以后我们专门做对比吧。好，电源不用说了，很大个，和一条电源线。然后最后呢，2节7号电池。好了，包装里基本上什么都没了。这些暗格是用来，我理解是用来防震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和 H2 的一个小的差别，外观的。所以稍等我一下，
我就把 H2 搬过来。满头大汗，我把 H2 从这个投影支架上拆了下来，然后放了过来，然后跟 H3 放到了一起，然后突然发现，H2 比 H3 要小。当然啊，我没有去称重量，因为我觉得称重量是一件挺无聊的事儿。白墙留一个，你会发现 H3 明显会比 H2 要高出来一点。那从我的顶饰来看，明显大一圈，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好意思哈，这个穿帮了啊。那你看，明显 H2 要比 H3 要小一点点。所以来说，为了能够让 H3 有提升，你的灯泡亮了，那散热就大了，散热大了，自然就得把箱体稍微做大，在可控的范围内，其实说实话看不出来太大区别。OK， 我们来正式说一下这两个机型的外观上的变化。从正面看，首先 H2 是有一个挡板的，来保证整个灰尘不会很轻松的进入到里面。但是 H3 你会发现直接就裸露在外面了，可能因为灯泡的结构的问题，毕竟从1350流明提升到了1900流明，这个质的变化应该还蛮大的。当然最终的这个对比的测试我会放在下一支视频里面去完成。第二点呢，是它这里有一个 sensor， 这里有一个像摄像头的地方，那同样这边也有，对，它被拉长了，它有2个感应器，目的是能够快速的完成自动对焦。这个是黑科技了，因为其实在昨天我有发一段小视频，就是你只要移动它，移动主机，它就会自动的去校正，不需要你再手动校正了。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我背后的这堵墙其实就是用来我平时投影的地方，每一次我挪动它，它就会很惨的要调整很久。这个功能是目前所有家用投影仪里面都不具备的，所以算是首发了，很牛逼。所以真的这台机器其实才是昨天的我心中的旗舰。当然 RX 真的价格它是旗舰的。好，那外观，那最不一样的是什么？是颜色。H2 的颜色呢是偏银色的金属色，那 H3 的颜色呢，它会偏深灰，看起来更商务一点。哎呀，有蚊子，不好意思，它会看起来更屌一点。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底部一会儿再说。OK， 那最大的一个变化，在我看来，外观上是顶部的一些功能。我们都知道，其实 H2 当初推出的时候有一个触控的音量控制部分，但是在 H3 上取消了，没有了。所以在功能的变化上做了一些减法。那其实我相信也是消费者想看到的，因为说实话这个功能我没用过，它只会影响到我平时开关机的时候突然一下被碰到，所以取消掉也无所谓。好，我们来看背部。背部唯一的变化就是曾经的 USB 3.0 被替换成了 USB 2.0， 也就是 H3 有2个 2.0， 然而 H2 居然还有一个 USB 3.0， 我不知道是怎么考量的，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我没想通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问。好，那 HDMI 新款的已经可以支持 2.0 的版本了。那同样 HDMI 呢是支持 4K 的采样，最终以 1080p 的方式输出。所有关于 H3 的技术层面的测试，我们会在下一条片子里面去完成。那最后底部，哇哦，大家应该看到了一些区别哈。H2 上面的哈曼卡顿的低音的振膜会在这里出现，但是在 H3 上你看不到了。他们做了内置的优化，是因为这个音箱在通常
大音量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低频的震动，导致画面抖动，俗称4D 感。哈曼卡顿通过调整，然后植入到了整个箱体里面，所以在不影响效果的情况下，底部看起来相对更加的简洁。总的来说 ，H3 对于 H2 而言是有比较质的一个变化。那核心的点在于解决了用户一个特别大的痛点。无论我左45还是右45度的投影，不用再手动调焦，而是通过6点的自动调焦来解决，这个是无敌的。所以我觉得它会卖得很好，所以我就先抢了一台回来，做一个开箱给大家看。好了，小部件我就不说了，遥控器没有任何的变化，正反面都没变化，包括底部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个大家就不用太好奇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开箱的全部啊，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觉得 OK 的话呢，就点个赞；如果觉得很不好的话呢，反正别点 unlike 就好了。谢谢，我是阿哲，下期见。